当米八武装型直升机遇上 H-60黑鹰武装型直升机，美俄之间必定谁也不让谁。但米八上的一名士兵迅速跳下诱发拉顶，机上的队友并不知道他是故意跳下去的，开始地毯式的搜索，而黑鹰也在强硬的驱逐。越界的米八不敢再和黑鹰对峙。当双方都离开后，潜在水里的士兵终于躲过直升机的搜索。等他上岸包扎好手臂上的伤口，又把赎回人质的现金缠在腰上，随后徒步向目标地进发。而这名士兵正是援俄特种兵阿西，在之前的一次行动中受伤，又接连被恐怖分子挟持赎人。此时他所在的地点是美军盘踞的河东地区，又肩负着解救人质的任务。随后阿西拦下了一辆汽车，他请司机捎自己一程。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国家，只有2样东西最好用，一样是枪，另一样就是白花花的钞票。路上经过检查点，一群孩子围了上来售卖物品，这里的人不会错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。为了赶路的阿西将零钱拿出分给孩子，随后司机将他带到一座惨遭战争洗礼的城市。通过多方打听，阿西在一处地下军火商那里购买了一把手枪和一把滚圆，接着又在中介那里买下一台畅销国内外的125摩托车，立马骑上心爱的小摩托来到上司遇袭之地。他一枪吓跑野狼，埋葬了遇难的俄军同胞。怎知阿西刚写好墓志铭，恐怖分子就追了过来。他们手持AK-47进行猛烈扫射，而阿西只有一把手枪，显然无法对恐怖分子造成强有力的伤害。他只能继续奔向人口密集的城市，试图躲避猛烈的追击。但就在此时，前方出现了开着悍马车巡逻的美国大兵。阿西立即心生一计，在滑行中他跳下摩托车挡住美国大兵的路。美军小队立刻展开戒备，阿西不顾美军的枪口冲上来，跪倒在地举起双手。此时追上来的恐怖分子面对美军的枪口也无可奈何，阿西赶紧递上证件。恐怖分子愤愤不平地驾车离去，因为有 OCP 的身份顺利得到美军保护，紧接着又得到了美军的协助，准备第二天赎回老上司。阿西在军营中度过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与恐怖分子约定地。阿西直接下车，美军开始警戒，他再次使用 OCP 的身份对恐怖分子表明来意。看来这个身份很好用，恐怖分子当即放出了2名人质。阿西解下腰间的赎金，但恐怖分子看着赎金有点少，并得寸进尺地表示2名人质需要30万美金，而阿西只有15万，恐怖分子只愿意放回1人。无奈的阿西经过交涉，恐怖分子答应先释放了老上司。阿西将上司扶上车，解开绳索后递给他一把 M136火箭筒，接着他拿上手枪想与恐怖分子交换人质，但恐怖分子只认钱不认人。于是阿西回头看向上司，一发 M136火箭筒轰朝恐怖分子射去。阿西拔枪干掉小头目，拿走赎金。支援的美军大兵也第一时间展开攻击，射杀了多名恐怖分子。怎知恐怖分子的 KT-12重机枪猛烈开火，瞬间压制住了美国大兵的火力。不料下一秒混战中 KT-12卡住，美国大兵趁此击毙了机枪手。阿西拿着赎金救下了另一名人质小智，接着2人配合，小智开车，阿西使用 KT-12重机疯狂扫射，直接将恐怖分子倒地。随后2人迅速撤出战场，但是他们很快就被美国大兵包围，2人只能举起双手。愤怒的美国队长一拳将阿西打倒，并掏出手枪质问阿西到底是谁。此时的阿西只能实话实说，他告诉队长自己是俄特种兵，为救老上司不得不借用一下美军身份。美国队长愣了几秒，又是一拳打向阿西。被耍的小队长只能这样来撒气，而阿西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里是美国人的管控区，局势瞬息万变，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老上司被抓，如果不来救援，明天就可能被斩首。或许这种孤胆救人的精神，以及不放弃战友的精神，让美军队长有些动容，决定将他们护送出管控区，随即又丢给他们一个急救包。阿西走上前伸出手，迟疑片刻的小队长还是握了手。但是这片偌大的河东地区，只靠一辆皮卡是远远不够的，而且车上有伤员，最主要的还缺水。很快他们3人来到加油站，但阿西并不会阿拉伯语，好在小智是车臣人，会一些阿拉伯语。加满油后他们再次上路，一路上阿西与小智默不作声，毕竟阿西被车臣人俘虏过半年，直到晚上2人才开口聊天。阿西心里知道车臣、阿富汗、叙利亚都是在做着无意义的战斗。聊天之际，小智突然让停车，原来前方有一枚当地人埋下的地雷，等他们拆除地雷后没走多远，轮胎不争气的坏掉，他们只能就地过夜。不料第2天睁开眼就被枪口顶住脑袋，还好小智是叙利亚本地人，经过一番交涉，几人将他们带进居住地。而此时恐怖分子已根据车辆定位展开追击，阿西几人被带到部落长老面前，机灵的他直接用赎金来收买长老，为老上司治病并帮忙置办武器。见钱眼开的长老立马心软，随即安排医生为老上司诊治，又交代小兵取武器。怎知在回来的路上，小兵发现恐怖分子正在加油站问路。阿西得知后赶紧撤离，他似乎感觉出来自己的行踪被掌握，皮卡车上肯定有追踪装置。一顿翻腾寻找，老上司找到了定位手机，但恐怖分子5辆皮卡已经追了过来。这时车后突然出现一个女孩，阿西只能带着她紧急撤离。随后在 KT-12重机枪的掩护下，阿西赶紧打电话给空军基地的俄军。紧接着阿西几人撤退到一片废墟中，将追踪器放在废弃车辆上，来吸引恐怖分子聚集。就在恐怖分子即将进入埋伏时，意外发生了。
士兵小智一发 RPG 射向追击的恐怖分子，他们被打得措手不及。随后阿西抬起 RPG 一个交叉射击，毁掉对方的重机枪。接着两人立即向制高点进行后撤。反应过来的武装分子在愤怒的咆哮声中，全力向制高点发起进攻。恐怖分子的 DSHK 重机枪选好位置，射出的12.7毫米口径子弹，打得两人无法抬头还击。此时的武装分子已经冲到离他们不足50米的地方。受伤的老上司抬头看到此情此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转头突然发现车后的狙击步枪，受伤的老上司只能让女孩帮忙。他拿着 NDM86狙击步枪和一包迫击炮弹药，冲上了残破的塔楼，接着瞄准对方机枪手，射出一发7.62毫米口径子弹将其爆头。发现有狙击的恐怖分子赶紧撤退，但老上司岂能让他们轻易走掉？小智和阿西乘胜追击，暂时压制住了恐怖分子。但是老上司在射击时被恐怖分子击中胳膊，他吃力地转移位置，紧接着恐怖分子锁定位置，一发 RPG 一闪而过，让老上司的伤情加重。阿西和小智拼力阻击敌人，老上司艰难地拿起炸弹，告诉阿西不要碰他。他拖着炸弹爬向敌人，两人只能拼命掩护。恐怖分子的 DSHK 重机枪火力全开，对着阿西小智所在的围墙疯狂射击，一时间掩体越来越矮。这边的老上司将炸弹放在衣服下，恐怖分子随即围了上来，他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来羞辱上司。上司配合地举起双手，而脸上却露出淡淡的笑容，随即按下炸弹与恐怖分子同归于尽。赶来营救的阿西被冲击波震得头晕目眩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恐怖分子又丢出一颗手雷，还好小智扑倒了阿西，两人爬起来赶紧逃命。阿西背起小女孩，小智驾车边撤退边还击，两人眼看无路可走，突然蜂巢式火箭弹发射过来，火力覆盖着整片区域，一瞬间这里化成灰烬，冒着火焰的皮卡冲了出来。阿西抱着女孩赶紧跳下车，小智也随即推开车门摔下来，皮卡瞬间爆炸，两人搀扶着奔向俄军的直升机。米八直升机降落，阿西拿出口袋中的国旗挥舞验明正身，两人终于安全。飞机上士兵们有说有笑，可是阿西仿佛置身事外，他抱着女孩看向下面的残垣断壁，而老上司永远地留在那片土地上。